你以为很正常的行为其实是童年创伤。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我们每个人的言行举止都能反射出自己在童年时候所受到的影响，大概有这么5个影响，它是跟童年创伤有直接关系的。第一个是什么？就性缘脑。性缘脑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就是择偶上瘾，就只要你遇到一个异性，你就会用一种找对象的标准去审视对方，把对方当作是潜在发展的另一半。如果恰巧对方还对你有一些比较友好的动作，你就会认为对方该不会是喜欢我吧，然后产生一种恋爱的感觉。你看网上经常去调侃啊，军训爱上教官，打工爱上店长，360行行行出新郎。那么这个人群大概率他就是性缘脑。而造成性缘脑的原因呢，对于女性来讲，它其实是来自于童年父爱的缺失。你们是没有深入的去接触过异性的，缺乏处理跟异性关系的能力，那面对异性的这个性本位，它自动占据上风了。而男性的性缘脑呢，则有可能是糟粕文化下规训的一个结果，就是他们会想当然的把女性当作是可以被凝视的一个客体。第二个就爱幻想，就是童年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孩子，你就容易去掉进一个幻想的世界里边，就你们会幻想自己被爱，幻想自己有很多求而不得的东西，并把自己的幻想投入到外部世界。就比如举个例子啊，我们看就是现在很多人特别爱磕 CP， 这个在我们心理学上叫替代性满足，就是你把你自己想要的被爱的这种欲望投射到自己喜欢的 CP 上，然后你看他们谈恋爱，来满足自己对美好关系的幻想。追星喜欢当梦女，喜欢当梦男，就是在对方身上投射了自己对理想伴侣的幻想。而喜欢看一些霸总的强制爱的这种爽文，虽然明知道这个剧情特别老套，甚至有些病态，但是很大程度上是满足了我们从小被忽视所产生的对于偏爱的一个幻想。第三个就是什么？擅长察言观色的，擅长左右逢源的。就这个人有一个什么特点呢？通常就给别人一种感觉八面玲珑的，情商很高的一个印象。但是你之所以能够轻易的去洞察别人的想法，因为什么？你有一个喜怒无常的父母，就你不知道你爸妈什么时候会暴走，那这时候你为了保护自己，你就被迫学会了对父母的语气、神态、情绪、具体的动作你进行观察、进行预测。一旦判断成你的父母要发火了，立马就讨好。又或者是你从小被寄养在了亲戚家，你需要经常去看人眼色，来确保自己能在别人的家里是能得到照顾的。你们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你自然就锻炼出了察言观色的本领。但同时呢，你非常容易过度在乎别人的感受而忽视自己的感受。第四个就是难以集中注意力，容易分心。这也不是因为你天生就笨，而是你从小是被骂被吼着长大的。脑神经科学有一个研究，就儿童时期这个小孩经常被父母去打骂，然后遭遇过很多父母语言或肢体上的这种暴力的这种创伤的孩子，这种孩子在受虐的过程里，因为他情绪上他受了很高的这种压力，那么就会导致他管理注意力和学习能力这个脑区域他遭到了一定的创伤。所以你们为什么很难注意集中力？为什么很难学习新的技能？因为小的时候经常被吼，经常被暴力。我们去反过来看，你看那些能在自己领域做得特别强的人，比如说你像今年我们有好多奥运冠军，他们在采访的时候都提到一个点，就是从小父母是给了他们一个充满稳定的、充满保持的一个环境，所以这些人是可以很专注的去发挥自己的天赋的。第五个就是占大化思维。简单来讲啊，就是遇到事儿，我下意识会去想到一个最坏的结果。比方说啊，工作有一点小失误了，你觉得自己要被开掉了；恋爱的时候对方挽回消息了，你觉得他有问题。没有焦虑也会强制给自己制造焦虑，就是因为你在童年时期你是不被允许犯错的，父母对你的包容度是比较低的，只要你做错事儿了，你换来的就是严厉的批评，甚至被打骂。所以每当你做错事儿的时候，你就会习惯性的预知创伤和感知风险，然后提前做好预判，就仿佛是什么呢？我已经把最坏的结果给他想到了，那谁也伤害不到我。慢慢的你的这种过度保护就会形成你的一种潜意识的反应。当然我给大家说这些东西并不是让你去指责或者甩锅给原生家庭，我教你们的是让你们去追本溯源，了解我们的一些行为模式它究竟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毕竟确实会有很多人被上述的这些问题给困扰，从而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们想要去改变，我们得去找到这个问题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才能去改变这个旧有的思维模式，实现自我成长。懂了吗？